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一个拖了很久的开箱视频，涉及到漫长时间从中国寄过来的海运，以及双11黑五期间我海淘的一些产品。但是介于我拖的时间有些久，其实有些产品我已经打开在使用了，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好，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依次来介绍吧。首先是国货的部分，阿尔博士的这款前导精华露，我想这个产品应该是很多博主都有介绍过的网红单品了。其实这款产品呢，我已经开始用了，而且用了不少的量。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包装吧，我觉得它的盒子还挺有意思的，能够打开的这个盒子，而且几乎把它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在盒子上罗列出来。它里面有一个蛮吸引我的是，它有用到茉莉花的调香，然后用到的花水是2.5%的容量，但实际上不太闻得出来啊，因为已经在用了，我就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是这种凝露状，按压2下的量，但是我都是按压3下，它吸收非常快，很水润，但是吸收完是没有滋润度的。对于我这种喜欢叠加好几种精华来说，其实我还是希望精华的质地尽量的薄透，更加偏重在它的功效上面，所以作为基底液而言还是不错的。包装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好看，纯粹就是因为它很火，然后也比较平价嘛，所以我就买一瓶来感受一下。我也喜欢日系的基底精华，说实话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刚才说到，虽然它很清爽啊，其实日系比如我喜欢的奥尔滨，它是能够做到清爽且持久有滋润力的，其实这点也还蛮重要，尤其当下现在很干冷嘛。而这款产品它涂抹上去瞬间吸收之后，就我不能说是拔干，反正滋润度是不大的，就这点而言，基底精华还是要加强。也许它的成分很好，但我目前还没有用完，所以没有太大的感受。我购买这个精华的时候呢，它有送了一片他们家的这个面膜，去查了一下，它的售价是25克乘以10片，售价是89块钱人民币啊，我觉得这个价位真的非常的良心。里面也是用到了积雪草、泛醇、乳酸菌，就是主打修护的一款面膜，只有轻度敏感的情况下才可以用修复类的面膜，如果你已经敏感很严重，还是要去看皮肤科医生，然后简化你的护肤的。同时我就购入了它的这款蓝铜胜肽的精华，我是水瓶又喜欢长新，所以我就正好它有出这种小支，我就买小支来尝试一下。日抛型的，其实蓝铜还是依旧的贵啊，虽然是走到国产品牌里面，30支要卖到368元，其实价位还是高的，因为这样的价格其实你可以买国外还不错的蓝铜生态品牌了。下面又是一个大佬创立的品牌百植萃啊，是一款果酸焕肤面膜。我想这款面膜跟另外有一个品牌的水杨酸面膜应该是抖音的常客，我之前有用过复合式的果酸面膜，就德国的牌子我也有介绍过，我觉得效果真的是很好，但是价位真的很贵，其实原价也是很贵，但是折扣的价格落差还是蛮大的。对于油性皮肤来说，时不时用这种比较不那么刺激的果酸面膜的话，其实是有助于细致你的纹理的，所以我就买了一支想试一下。这次最后购入的一个国产品牌呢，就是优时颜，其实不是这次买的，而是跟我上次的那期优时颜一起买的，只是物流小哥把我发错了包裹，把这个东西装到上海只能发食品的那个包裹里头，所以被退回来，最后寄到海运青岛，折腾到现在才收到。之前我有提到那个优时颜的颜值，其实那2支精华都有在用了，我是打算让他们在我的夜间护理的步骤出镜的，但是这个视频一直没有拍。这款呢是一款主打抗糖化的精华，深红色的颜色，其实也是蛮好看的。优时颜的这种功效精华各种，好像还有绿色、青色，这些都放在一起，就是还蛮有感觉的。那么聊完了这些国货呢，就开始是那些成分派的单品了。日本这个地方因为化妆品法规比较严格，很多这种高浓度的东西呢其实都不太有，或者是因为它本地市场过分繁荣，很多海外的品牌不太进得来，因为日本人其实就很喜欢日本人自己的那一套，他们没有很迷恋国外的那些特别成分堆积的护肤品，因为他们如果有很严重的皮肤问题，他们就靠医美啊或者去美容医院去处理，所以这类产品呢我就只能靠海淘或者从中国寄过来。从这个 Norva 的开始，我之前已经买过这个精华，这个就是我已经用空瓶的，所以我就不做多的介绍了。为什么买2支呢？其实他们是一起买的，所以也是和海运一样耽误到现在我才收到。美白精华我觉得还是至少要用2瓶以上才能够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好用。我用完这瓶的感受就是有透明感，但是并没有像 Pola 那样有明显的肤色的这个变化，毕竟用的是同一个成分，然后它又是很平价嘛，所以目前来说我并没有觉得
很惊艳，但是透明感的效果是有的。下一个单品呢就是鲜丽诗，今年应该认识这个品牌的人比较多，就是维 C 的天花板嘛。其实维 C 有3大比较知名的牌子，我这次有买了2个，一个就是鲜丽诗，还有一个就是欧邦奇。而且日本的欧邦奇其实是委托乐敦去生产的，我也都用过，它也是原型维 C， 会有一点点刺痛，但是都有透明感。它最高浓度的那个25我都有用过，说实话并没有传说中说的那么好用。我觉得维 C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好人，大家都喜欢聊他，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呢？我觉得不一定。所以为什么我要买这个天花板？因为它的风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就想试一下，感受一下。而且我买的是最低浓度的，它把 pH 值调成3.3，就是适合特别高度敏感的人去使用哦。因为我还没有用，就不讲太多了。我只想说，就是维 C 其实不一定只有抗氧化的，它也可以抗老，所以维 C 其实也是可以晚上用的。而且维 C 不需要每天都用，因为它在你皮肤里面是有怎么说堆积的。我觉得把维 C 看作一个抗老的成分会更加好，因为我其实有用过不少关于维 C 或者维 C 衍生物的产品，我的重点都是放在美白上面的，但实际上效果甚微。至于我也买了欧邦奇，为什么没有寄过来呢？就是传说欧邦奇它的这个稳定度非常好所以我就把欧邦奇扔在国内了。然后据说鲜丽诗虽然效果很好，但是很容易氧化，所以我就把它先寄过来赶紧用掉了，打算最近就把它打开用一下。然后就是说到这个玻色因，我买了理肤泉的这2支冷门精华。其实现在有这个博主其实我觉得任何冷门的东西都不算冷门了。已经打开了其中一支，就是这款它的丰盈抗老精华，含有10%玻色因的，指的是玻色因原料组的浓度，就实际浓度大概是要3%左右，就是并不像大家所说的10%那么高。因为我之前是用过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我也讲过，就是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太惊艳的效果，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就没有很长草玻色因的东西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消费习惯，就是当你尝试最好的，你就会对这个系列灭草。为什么又买呢？是因为现在又开始用 A 醇跟玻色因在一起好像可以相辅相成，所以我就顺便买了一些这些平价的产品来搭配使用。这个产品比较特别的是，它除了有玻色因，还有用到就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专利，叫做4氢茉莉酸钠，或者写作 LA2412， 用到2%的浓度以前兰蔻有一个违规的微整精华，里头就用到这个成分。这个精华现在北美还在卖，而且价格不低，所以它里头有加到，我觉得就突然感觉好像欧莱雅集团还蛮重视这个的。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它就是看起来是这种凝乳的质地，但是非常的好吸收，就涂上去肤感很好，然后绝对不会有传统我们觉得那种药妆会搓泥，就你怎么大力的涂抹，真的很柔滑。然后它的这个气味非常的人工，就很香，但是不俗，还蛮好闻的。另外一支就是这个含有 B5 的，其实这个不算精华，我有看到博主也说它是精华，其实它算是一个乳液来着，还没有打开因为我现在面霜跟乳液都有，我就没有打开，我怕它厚重。具体用了之后再跟大家讲。它用到的就是 B5 以及玻尿酸，还有8.6%的这个玻色因。既然说到玻色因，修丽可的紫米精华，其实这款精华我有一个朋友一直用的，他一直都跟我说很好用很好用，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修丽可的气质吧，从它大火到现在我就从来没有长草过。一个是它的价位也比较偏高，我就觉得性价比很低。但是这几年紫米确实不错，然后我是先给我妈妈买的，然后她用完之后她觉得还不错，而且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说传说中的搓泥。后来今年我就想说，那我自己也买一瓶试一下好了。它里面也是加到10%的玻色因，而且它这个宣称的紫米呢，其实是含有0.2%的，其实不多，但是它通过紫米跟这种甘草类的萃取物呢，主要就是维持这个透明质酸的生成。我的朋友他用这个精华就跟我说，他用完之后觉得皮肤很通润，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感觉就是这两边垮的还挺凶的，所以我就想试一下这个精华。接下来就是关于 A 醇的一些产品。首先来说倩碧吧，其实今年肽 A 精华也蛮火的，但是我对那个 HPR 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了。这个是它在北美发售的，然后它的浓度呢也是0.3%，然后我是美国海淘买的，找的那家价格还很不错，就是大概等了1个多月，然后再寄到日本来的。里面除了这个 A 醇之外，也有加到倩碧非常喜欢加的乙酰基六肽，
就比较复合吧。因为其实倩碧的成分一直在雅诗兰黛集团里面算是非常好的，性价比很高的，而且真的在主打抗老。只是倩碧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以前也迷过，也用过不少，倩碧的肤感加上它又是针对敏感肌，没有什么味道，就是它的使用感并不是很愉悦。但是现在年纪到了嘛，我还是比较就是现在的兴趣就是抗老这一块，所以我就购入了这款。反正视黄醇嘛，有没有味道也无所谓的。摩尔的这款视黄醇也不用介绍了，其实它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一直在用，然后摩尔的其实我原来是感兴趣的。就这样，其实瓶子还蛮好看的，算是目前美系药妆里面炙手可热的品牌了。但是因为我之前第一篇视频就讲过他们家的防晒，我觉得翻车还挺大的。Mora 的效果好像就一般般。我买它的原因呢，一个就是 A 醇的一众精华里头它还是蛮有地位的，其次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他用了很多支，他之前是没有用过视黄醇的，它的浓度应该官方没有说，应该是在 0.2 到 0.3 之间，对于没有用过视黄醇的人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刺激的，但是他用了很多支没有任何刺激，在此之前他没有用过这个视黄醇啊，但仅代表他的意见啊，我没有用，我还不好确定，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讲，所以我还是很好奇把它买回来了。查了一下，就是它其实有一个 3A 视黄醇技术呢，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缓释技术吧，就是3种不同的这个视黄醇相关的成分来组合作用，所以也蛮期待底下用它的效果的。因为我最近底下要说到的一个品牌就是雅漾，其实作为老牌拥有 A 醛专利的品牌来说，我一直都很长草。但是感觉雅漾、理肤泉这些品牌都是活在我大学时代的品牌，这几年新锐品牌出来太多了，就很少注意到。突然有一天就长草了，然后就买了一堆。其实我还买了蛮多的，就是蛮多的单品，就各个渠道都有买了一些，最后他们一起到了，所以就出现很多支，尤其是这个他们家的这个 SOS 的这个急救精华，最近用了它，然后有一点点翻车。我在雅漾的官网上看，它其实不是主打抗老的，主打的是祛痘，针对瑕疵皮的。然后它小小的一支呢，主要是适合就是各个地方去点涂你的痘痘或者瑕疵的问题。很多大神就在那边讲它可以全脸涂这个东西当做抗老的产品，所以我买它也是为了抗老。然后我涂了几天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些红点，然后很快就没了，不疼不痒也不脱皮。然后我就觉得啊，没有问题啊，不愧是 A 醛。但实际上就是人家的缓释技术很好，它翻车大概是在2周还是3周之后就大翻车，就感觉那种大过敏、发红、肿，还有点痛，但是不是特别疼，但是大片的红是很明显的。无奈最后我就去看了皮肤科医生，医生开的药啊，我还没涂，还没吃，当天晚上我感觉就好转了。所以其实耐受有的时候就是你内心恐慌吧，就觉得怎么突然又不耐受了，因为它的浓度其实并不高，可见技术下低浓度也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所以还是要谨慎。就是按照他的说法，其实还是应该局部涂，我都是大量的涂的，所以就是造成有一定的翻车，还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有看到，就是医生除了开了吃的药之外呢，他有开到这个药膏。这个药膏其实就是激素啦。其实我妈妈之前也有过敏，然后医生也是给她开的激素。我一直对激素不太友好，但实际上你看，无论是相信与否，国外的医生、国内的医生，他都是给你开激素的，因为激素就是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炎症压下去。事实上我涂了2天，然后他就早晚各涂1次，然后那个反应就慢慢的都下来，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反应了。当然如果我不用这个，也许它也能自己好，但当时就是皮肤有一点皱了，紧绷不适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皮肤出现不耐受，或者你不是因为 A 醇而产生的过敏的话，还是赶紧去看皮肤科医生，比较保险。但前提是那个医生是值得相信的。还有2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是我买了这个套盒，这个套盒里面包含了一个这个25%的这个水飞梭精华，这个是我单独买的，然后当时有套盒我又买了一支，这个里头是新的。而这个水飞梭的精华呢，我现在已经有在使用，长这个样子，是这种很清爽的凝露。因为它完全就是给油皮的一个产品，涂上去也非常的清爽，不会有任何搓泥的问题。虽然它没有讲，但是我理解为它是油皮可以用的基底精华。本身水飞梭呢是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雅漾这个其实是有针对于控油这个部分的。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当下的干冷天还是夏天都可以用，油皮其实可以试一下，就是作为基底精华，因为它也有舒缓的作用。
搭配的这个洁面呢，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有买过，它的这个香味也是很人工，但是还蛮好闻的。我记得它好像是含有水杨酸的，可能是我记错了，或者它升级过。因为我现在在查，它其实是一款无皂基的甜菜碱细表活的洗面奶。虽然无皂基，但是它是针对油皮的。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这种转开，然后你挤出来的，看似很方便啊，但是如果你的手是湿的，其实是比较难拧的，所以这个设计其实有一点点 bug。最后我还买了一个雅漾的这款精华，它也是含有 A 醛的，上面其实有这个 women 女性的英文字样，然后我就专门去查了一下，我觉得雅漾真的是很专业很细化，因为它针对痘痘这块也很出名嘛，它是有针对年轻人的痘痘跟成年人的痘痘的，所以这款含有女性英文字样的这款呢，它其实就是针对成年人的痘痘，因为它有讲到就是青年人的这个痘痘高发于我们这个 T 字区，而成年女性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在 U 字区比较呈现痘痘。我觉得不仅是成年女性嘛，以前我一个好朋友他就一直在这个附近痘痘是蛮严重的，所以说这款产品是针对这个层面的，典型的雅漾的那种包装。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回去再用以前的品牌，你就会觉得蛮有惊喜的。除了温泉水这个就不谈了，它里面有用到木瓜蛋白酶，就是可以起到分解的作用，其实很多大牌都有用到这些酶类的分解产品。然后 A 醛就不说了嘛，它的专利用到的是 0.1%， 然后它里面还有用到乙基坚苯2酚，就是在 A 醇里面竟然有用到美白的成分。它这个美白的成分除了就是有提亮的作用呢，它也抑制那个皮脂的氧化，就我觉得还蛮妙的这个配方。这款产品也有强调就是千万不要用在眼部，所以如果你没有怎么用过 A 醇类的产品，你想尝试的话千万不要往眼睛周围涂。接下来就是我常买的这个 The Ordinary， 黑五的时候呢它还打了9折，本来就很便宜，然后我就又买了好多支，其实大概买了5-6支吧，这里只有3个，是因为我已经拿去送人了因为基本上我的朋友都是混合皮，都会有一些这个粉刺的问题，再加上这个口罩戴了，所以我觉得用下来就对于我这个从小时候长痘长到现在的人，我觉得 The Ordinary 的杜鹃花酸是第一选择，就是既温和又有效，真的是有效，就是再慢2-3天一定会让你看到效果，比水杨酸来的效果要明显的多，所以大家不要花冤枉钱买别的东西，就买它就好了。而且壬二酸的产品其实也有不少品牌在做，我有看过，至少200多块钱吧，但是这个只有几十块，真的太便宜了。还买了它的3个精华，主打平价，这里面有2个，一个是我以前买过的16%胜肽，6胜肽就是类肉毒杆菌嘛，然后你可以把它当做那种精华，就是局部抗皱的精华来使用，因为它是做成这种水状的，就它的质地就跟水一样，没有任何的滋润度，你可以拿它打底。我买到了它的这个 HPR 精华，但是它一直没货，突然又有货了，然后我就这次立马购入了，现在手上有3支，除了我之前买的这个烯皮是已经在用了，会在晚间的这个护肤流程里面讲一下它。然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优时颜，就手上目前有这3支精华，到时候就依次来用一下，对比一下，看看这个新型的这个 A 醇衍生物到底什么感觉。然后下面就是另外一个品牌，英国的这个本土老牌 Matic 8。其实 Matic 8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小众冷门，就我想说这2年我真的是买了太多他们家的东西了，因为他们家东西老打折，正常就是会打7折，这次是双11的时候打的比那个黑五还要狠，好像差不多是5折甚至更低一点吧，反正有的没的又买了一些。他们家所有你现在市面上接触到新的理念，比如补骨脂分啊就是这些新的成分他们家都会有，就是更新理念很先进。说实话有一些好用，有一些也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有一些大火的产品用起来没有感觉。我打算这批用完开始做一个合集，因为我真的用了他们家太多单品了，完全可以拿出来分享。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这个我之前买过的这个水，它是一款主打金缕梅的水，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温和，主要的作用就是你清了黑头之后拿它敷脸。然后依次来说一下，一个是唇部的产品，就是我很爱买唇部的产品，其实家里面的唇膏已经泛滥了，但是还是很爱买。它是一款主打角鲨烷的这个润唇膏，长这个样子，可以厚涂当唇膜，也可以当做日常使用的产品。然后是2款眼部的产品，一个是它的紧致的胜肽精华，它是一款啫喱的精华，
因为这次打折下来确实很便宜，这个东西原价应该是在5800日币左右吧，然后它正好折上折，最后就3000多日币，就便宜的还是挺多的，长这个样子，按压的这种设计，打开后12个月之内用完就行了，所以时间上也比较不错。现在这段时间就是除了这个 A 醇之外呢，我就很迷恋胜肽，因为 A 醇时不时还是会翻车嘛，但是胜肽不会。我买它的时候其实正好处于我对胜肽又突然更加感兴趣了，所以这2款产品无论是精华还是眼霜都是主打胜肽的。这个精华呢主打的是这个钛3千在内的5种复合型的胜肽，然后这款眼霜呢长这个样子。那他们家包装都是很简单很清冷的这种包装，实验室的感觉。它上面有写的那个夜间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一定要用在夜间的产品，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个日间带有防晒值的眼霜，但是我没有买，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它也是主打胜肽的，它里面还有陈皮苷跟咖啡因，都是可以缓解黑眼圈的。刚才我不是有买到那个果酸焕肤的面膜嘛，然后我在他们家也买了一个。这款产品呢，其实它有区别于刚才我买的这款国产的百植萃，因为百植萃是使用复合式的这个果酸，里面有好几种，比如说像壬二酸、扁桃酸、羟基乙酸、水杨酸就都有用到组合式作用的。而这款产品呢，它直接就是用到10%的这个阿法羟基酸，而且是胶囊化的这个乙醇酸，就是最小分子的这种更加能够深入毛孔的酸。还买了一个胜肽的精华，玻璃瓶的长这样，其实还蛮好看的。这款30%浓度的胜肽类精华里面有讲到，就是虽然现在很主打用胜肽类的产品，但是你用的这个胜肽的产品，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深入到皮肤，去到它该去的地方发挥作用？因为肽嘛，就是信号，然后就是诱导你胶原蛋白新生的，那很有可能这个胜肽它最后没有能发挥作用。这个产品就是用到一个靶向酮肽，它可以精准输送到纤维芽细胞中，促进胶原合成。反正 Matic 8有很多的这个理念很先进，但是我始终认为，就是虽然有很多品牌它的理论是可行的，但实际上临床的这个效果并没有很明显。但愿它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品牌呢，真的就是比较推荐在打折的时候买，不打折真的是亏很大。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买了这么多 A 醇，肯定是会有翻车的问题，所以就需要买一些舒缓精华，然后就是这些。先说一下这个吧，海淘的网站上它其实只有针对干性皮肤的，我收到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它是针对干性皮肤的，但我是油皮，对不对？我还有点小困扰，但实际上我打开用了之后我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干皮用的质地，其实很清爽啊，非常的清爽，具备滋润度，不油腻，延展吸收都很好，所以油皮也能用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关于它的这个专利成分，我想之前有一阵子营销好像很多博主都有讲过了，学名就是4舒丁基环乙醇这个成分，它也是属于377德国那个公司的专利，然后它就是可以立刻解决刺痛跟敏感的，官方的说法就是效果非常快，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起效。因为我用它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刺痛了，就是有一些发红，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下次如果刺痛的时候我再使用一下吧。另外2款呢，也是我之前喜欢的 Nuva 这个品牌，有一个是买过的白天用的抗氧化精华，我应该没有介绍过啊，但是这个据说称之为抗氧化之神的精华，就是这么多年了，它的配方还非常的领先，这个我就不做多介绍了。他们家的这个蓝铜胜肽也是打折入的，不过这款打完折好像也要400多，其实算是贵的，因为它只有30毫升，而且 Nuva 他们家有一个缺点，就是用到最后可能大概还剩一点，这么多的样子都会挤不太出来，按压头的设计有点问题，瓶子沉甸甸的。还有就是 Nuva 这个品牌它的实用感相对来说偏厚重一点，我能接受，没有到油，但是会有一点厚重。其次就是 Nuva 它的味道很难闻，就首先不做调香就罢了，就是它基本上是很原料的味道。终于快介绍完了，最后一个单品呢，就是我喜欢的防脱类的洗发水跟生发精华。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怎么念啊，但是它的包装真的是好精致，难怪它比较贵。我是从官方旗舰店买的，它直接还有纸袋，
很少见过洗发水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的。洗发水我已经拆开了，为什么拆开呢？是因为它寄过来的时候整个就是大漏到不行，应该是它里面包装的关系吧，因为它封塑是完好的，这个封塑是我后来拆的，长这个样子，其实包装还是蛮漂亮的。这个洗发水很神奇啊，因为它直接漏了，我就只能直接打开来用了。然后当时漏的时候，就是整个箱子里面都是那种清雅的这种味道，其实是蛮好闻的。但是如果你打开直接去闻它的味道，它其实是有点怪怪，它不是香，它有一点点像原料的味道，但又有一点香。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你洗完之后，那个头发上面就真的只有香味，就是非常非常好闻，非常持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喷了香水，过一段时间你就闻不到这个香水的味道了，对不对？但是我用它洗完头发之后，在我睡觉之前，我都能闻到那个淡雅的香味，所以它的这个香味做得很厉害。但是吸引我的肯定不是香味了，其实就是它的这个防脱的功效。之前有介绍我在用日本的那个品牌，佳美奶素，快用完了，说实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我没有长出绒毛，没有长出小碎毛，我这边所有的头发，你看它都是完整的，就是感觉这个部分它是比较凸的，在我用完我觉得没有效果，所以我打算用完之后底下就是配合起来一起用。以上就是这次购买的全部单品了，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在蛮长的时间不会再有此类的视频出现。因为真的是疯狂的买太多了，这一整年，加上日系的，还有在买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下次再出现这类视频，估计就是我回到中国的时候了，因为其实我也有买了不少是没有寄过来的，到时候也可以再做分享。好，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我吧，感谢你的收看。